多年以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内心最煎熬的那段时光，才是人生最有力量的阶段。因为煎熬的根源并不是生活本身，而是那种迫切想要改变现状的内驱力带来的精神灼烧感。人生就是逆商而行，生活从来都不容易。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，一定有人在替你承担属于你的那份不容易。可能你又荒废了一天，又拖延了一天，但只要这种灼烧感还存在，你的血就没凉，就还有无限可能。人不是慢慢变老，而是一瞬间变老。如果有一天你觉得麻木了，稳定了，岁月静好了，可能一眨眼几十年就没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随波逐流的那段时间，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，记忆非常模糊，有时候甚至会怀疑那些日子是不是真的存在过。这个世界最大的幻觉就是稳定，所谓稳定，只不过是大脑幻想出来的一种未来的确定性。事实上，人生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世事难料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很稳定，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可以保持现状，只能说明你处在最低能量状态。山下的石头比山顶的稳定，仅仅是因为它的重力势能更低，处在自己的最低点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怎么可能在最低点？这里我说的是自己的最低点。佛说众生平等，但不是众生相等，每个人的最低点都不一样。你抱怨自己拼命追逐的只是别人的起点，但同样有很多人终其一生对着你的起点望尘莫及，这才是真正的众生平等。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人类的悲喜并不相同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言者无二三。没有人可以对他人感同身受，没有人可以对他人的人生负责。大伙都去吃唐僧肉，你也去了，结果猴子来了一看，要么是如来的灯芯，要么是老君的坐骑，迎面给了你一棒子。人真正的转变就是不再从集体中寻求安全感，不再以身边的人是怎么做的当作行为依据，开始学会用逻辑和理性判断自己的做法是否合理，只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不在意别人的反馈。这个人会显得自私，但什么是自私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根本不叫自私，要求别人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才叫自私。我们生来普通，却又生来不同。有所成就的人绝不是和一群人扎堆做同样的事，而是跳出了群体陷阱，专心做自己的事。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，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者静止的物体最稳定。我们说一个物体稳定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说它没有加速度，甚至没有速度静止不动。而物体的加速度对应的正是人类本能中最宝贵的意志力和内驱力。失去人性，失去很多，失去兽性，失去一切。为什么历史上很多人只要大败一场，回去就病死了？因为意志一旦瓦解，生命力就会立刻凋零。巨鹿之战，项羽凭什么5万打40万，一战封神？军事上有个概念叫崩溃率，古代一般的军队伤亡率超过10%就会彻底崩溃，10万人只要伤亡1万，剩下的就会变成9万头疯狂逃窜的野猪，战场就会变成对方的屠宰场。而项羽破釜沉舟，把国杂乱，把船凿沉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，要么赢，要么死，没有安稳。当时时，处战是无不以一当十，呼声动天。这么一来，项羽的部队直接隐藏了崩溃这个属性。5万如何打赢40万的问题，直接转化成了5万如何歼敌4万和如何捕获36万头野猪。荥阳战场，项羽3万人追着56万人打，歼敌近30万，差点杀了刘邦。垓下战场，那有28骑，汉骑追着数千人，杀数十百人，亡其2骑耳。项羽率领最后的28骑，斩敌数百，只损失2骑，剩余的26骑全部下马，跟随项羽英勇战死。这种战神虽然身死，但你很难说他败了，因为胜利的标准不是杀光对方的士兵，而是彻底瓦解对方的战斗意志。但项羽的意志从来没有被瓦解过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引兵10年，难凉热血。你想不平庸，就一定有不平庸的办法。永远不要让自己的血凉下去，永远不要让心中执剑的少年混迹在市井之间，尤其是年轻人。后面还有好几十年，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，把自己变成一把钢锥，一辈子只凿一堵墙，肖申克的监狱也拦不住你。人生这场游戏只有一句秘籍，我是主角，我不能输，你好好品品吧。老规矩，受启发的记得点赞、关注四哥，偶尔分享实在干货。